车因故障停车3小时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如果我是乘客，我这个事儿没有完。这个铁路公司应该对每一位乘客进行高额的赔偿。户子聊一下最近火车车厢太热把窗户砸了这个事儿这么多人关心这个事儿啊。我看了一下啊，当然了，一切以官方通报为准啊。我看了一下网上短视频啊，好像是这个火车应该是停了是3个小时啊。当然了，我的信息不一定准确啊。如果说这个火车停了3个小时，并且当时车厢里面没有空调，温度很高啊，不通风的情况下，因为夏天很热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把窗户砸了，这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叫自救，这是正当的自救啊。而且今天有网友在网上扒出来，说火车对于这种就是因为无论是故障啊还是什么原因停在那儿，车厢里面没有空调啊，也是有相关规定的，好像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什么乘务员就应该想办法通风，因为人不可能一直闷在里面嘛，对不对？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事儿是没毛病的。我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是我，那我可能我说实话，我早就想办法通风了，我忍不了3个小时。你想想外面多热啊，现在30多度，那么多人一个车厢里面没有通风，我的天哪！我都忍不了3个小时，我都忍不了的。我说实话，我能忍1个小时，我都佩服自己了。你怎么忍嘛？我那种味儿我都不敢想，那个火车里是什么味儿，我都想都不敢想。通风的情况下，因为那个是绿皮嘛，通风的情况下还有各种什么脚丫子味儿泡面味儿汗液味儿，各种味儿。那不通风呢？那里面不就是个蒸笼吗？怎么忍？你告诉我，没有办法忍的。所以说，我觉得就他砸窗户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是自救，是紧急避险。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那不砸怎么办？热射病啊，那温度很高，人长期在里面脱水啊，人会有生命危险的，会中暑的，没有任何问题。好，火车因故障停车3小时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如果我是乘客，我这个事儿没有完。这个铁路公司应该对每一位乘客进行高额的赔偿。为什么？如果说仅仅是在车站里面，或者说是在车厢里面空调是正常的情况下，说是延误3个小时，我可以理解。但是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温度这么热，3个小时没有通风，铁路公司应该对这个列车上的每一位乘客进行高额赔偿，惩罚性赔偿。为什么？这是不负责，这已经不是不负责了，这已经是我觉得就已经是可以怎么讲呢？这已经超脱于不负责了。把人这么热的天气里闷在火车里闷3个小时，这人怎么受得了啊？当然了，我这个时间不一定准确啊，回头别找我茬，一切以通报的时间为准对不对？所以说不仅不应该追究这个人的责任，还应该进行巨额赔偿。我给你多少钱，你愿意闷3个小时？你告诉我。我告诉你，我觉得一个人赔个5000块钱不多，不多啊。我把你闷在那里面闷3个小时，我觉得一个人呐赔5000块钱是不多的，真不多。我觉得一个人甚至赔1万，这个是比较合理的。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只有了惩罚性的一个赔偿，后面铁路公司才不敢这样对待乘客。你否则下次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是原地待着没空调，是不是？有问题吗？我说这个话有没有任何问题？乘客应该得到赔偿，因为乘客是买票才坐的车
不是，没问题吧？航空公司延误，人家航空公司是什么？延误就赔钱啊！当然了，这个非航空公司的原因不赔啊，但只要说是因为航空公司的原因延误是要赔钱的。你看我上次坐那个国航赔了我400，延误4小时赔了我400，那他延误就该赔呀。你何况现在不仅仅是延误，还把人闷在车厢里，这个更是性质很恶劣，对不对？我讲的哪没有道理啊？我这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消费者坐火车是给了钱的，对不对？你要看得起自己呀，你是消费者，现在你所遭受的这个待遇明显是不公平的，铁路公司应该为此而负担责任，没毛病吧？人要看得起自己呀，不能说这个事儿就这样就行了，好，把票钱退给你，完事了，哪有那么简单的？那之后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呢？你必须得让铁路公司肉疼，他下次他才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现在的乘客得到了高额的赔偿，是为了不让以后的乘客受罪，没毛病吧？对不对？我在讲道理啊，人得看得起自己呀，你否则之后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有恃无恐啊，那反正退个票钱嘛，大不了。